嗨，大家好。2020年4月22日，中国海军建造的第二艘075两栖攻击舰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下水，而在相同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075是在2019年9月25日下水的。这意味着中国前两艘两栖攻击舰下水时间间隔仅为半年多。075的下水也迅速让055成为过气的网红。很多朋友对中国的这艘075新型两栖攻击舰非常感兴趣，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中国很多先进的军工武器，比如航母、5代战机、洲际弹道导弹等等等等，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当然也受到了来自台湾网友的强烈关注。但实话实说，之前介绍的那些高级货还真的鲜有会用在台湾身上。但大家千万不要失望，今天介绍的这款可就不同了。这个在夺岛作战中将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075两栖攻击舰，正是为宝岛台湾量身定制的，除非不要误会，我可没有如法啊。好，在介绍075之前，先来给大家解答几个小疑惑。一个就是像075这种两栖攻击舰跟日本的那种直升机航母都拥有直通式的甲板，上面都可以起降直升机，看着样子也差不多，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两栖攻击舰是拥有坞舱和尾门，坞舱内部是可以携带重型两栖登陆作战装备的，如气垫登陆艇、机械化登陆艇等等。有了这些装备，就可以保证在必要时能够自行发起抢滩登陆作战，而这些是直升机航母所不具备的。直升机航母最主要的作用是反潜作战，当然也可以搭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飞机，如 F-35B 去争夺制空制海权。但在舰载机和作战半径上又不如传统的航空母舰，而在登陆作战方面则大有不同。直升机航母只能依靠舰载直升机向陆地投送兵力，完全不具备抢滩登陆的作战能力，必须额外配备其他的船坞登陆舰才能完成。所以综合来讲，在夺岛作战方面，两栖攻击舰的综合作用要远大于直升机航母。另外一个疑问就是，两栖攻击舰和传统的两栖登陆舰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在075出现之前，071两栖船坞登陆舰绝对是妥妥的网红，受关注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前的075。作为中国首次建造的万吨级作战舰艇，071满载排水量达到 2.5 万吨，其一次性可搭载4艘726型气垫登陆艇，也就是野马，和6架直升机，而每艘气垫登陆艇又可以运送1辆96式主战坦克，或1辆15式轻型坦克和2辆05式两栖步战车，亦或是80名的士兵。所以综合算下来，一艘071可装载解放军海军陆战队约一个加强营的兵力。目前我国的071型船坞登陆舰总数已达到了8艘，所以具备一次性运输一个加强合成旅的能力。而随着两艘075两栖登陆舰相继下水，071的风头就被抢走了不少。075舰长约237米，满载排水量接近4万吨，跟美国的黄蜂级两栖登陆舰接近，是中国海军中尺寸仅次于航母的军舰。而它的设计无疑也更加先进，它采用全通型甲板和大型机库设计，强化了航空运载能力，可以搭载30余架攻击或者运输型直升机，而没有直通甲板的071则只能搭载6架。可见吨位更大、拥有宽大直通甲板的075在航空运用能力方面很明显要比071高了一个档次。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了075这种准航母，我国就不需要再建071了呢？其实不然，因为两栖攻击舰以搭载直升机为主要的兵力投送系统，甲板下方就要留下一个巨大的直升机机库，这样就使搭载气垫船的坞舱面积变小，有些两栖登陆舰都不一定配备有坞舱，例如美国的美利坚级的前2艘，而即便配备，通常也会要小于专用的船坞登陆舰。与075吨位接近的美国黄蜂级两栖登陆舰就只能搭载3艘的 LCAC 气垫登陆艇，所以相比于071一次性可搭载4艘野马的能力，075估计也只能搭载2至3艘，这样重型装备投送的能力就不及071了。所以可见071两栖船坞登陆舰和075两栖攻击舰的定位并不相同，未来两者不仅不会相互取代，而且会形成编队协同作战，共同去完成抢滩夺岛的任务。而且如果依照美军编制组建的两栖远征旅，以一艘075为核心，配上2至3艘的071，外围再增加少量护卫舰只，这样的配置已经完全可以独立履行两栖作战任务了。当然，
目前中国海军陆战队还不需要全球远征，在可预见的将来，重点仍然在第一岛链之内，第二岛链都是很遥远的目标。所以075和071很明显，最现实的目的地还是台海和南海。最后就是大家更为关心的，有了075，那我们是否需要一架可以在上面垂直起降的固定翼飞机呢？当前世界上现役的垂直起降战机就2款，一个是 F-35B， 另一个是 AV-8耀世，分为英美2版。虽然早期研发的国家很多，但时至今日只有这2款量产和服役，说明此种战机研发的难度极大。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要实现垂直起降，这2款战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航程和载弹量严重不足。我在之前的视频介绍5代战机时，详细介绍过 F-35B， 它是专门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量身打造，但设计时为了节约成本，还要一机3用，这样就有了对飞机尺寸、重量等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妥协。这样的诸多取舍，不仅影响了 F-35B 本身的作战能力，还影响到了美国陆军和海军对于5代机的实战使用。所以一款垂直起降的战机始终不如一架可滑跃或弹射起飞的舰载机来得更为得心应手。大家可千万不要被其酷炫的起降方式给骗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势必会发展成为一个航母大国。在协同作战体系中，航母上的舰载机将成为夺取制海权的重要手段。所以花巨额经费去研发一款费力不讨好的垂直起降战斗机，显然不是最佳选择，反倒是性价比更高、搭载更多也更为灵活的无人机，将是未来075舰载机的最佳选择。好，说完了中国的075，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各国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纵观全球，能建造两栖攻击舰的国家还真的不多。首先来看一下欧洲，最有名的就是法国的西北风级了，全长199米，吃水6.3米，满载排水量21300吨，采用全电推进，并可搭载16架以上的运输或武装直升机，2艘 LSA 气垫登陆艇，并可运输450到900名的陆战队员，最高航速为 18.8 节。这一级战舰也受到近邻俄罗斯的青睐。2009年，俄罗斯就从法国订购了4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但后来由于美国的干涉和2014年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军售被叫停，已经下水的2艘西北风被转售给了埃及。所以现在世界共有5艘西北风级两栖登陆舰，法国3艘，埃及2艘。而俄罗斯在法国拒绝出售西北风之后，决定自己建造，由克雷洛夫设计局重新设计了雪崩级两栖攻击舰，排水量达到了24000吨，超过了西北风，可搭载18架直升机和2艘气垫登陆艇。但何时能够下水和服役就遥遥无期了。欧洲现役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1世号，排水量达到27000吨，可以运送约1000名的士兵，并可搭载 F-35B 和 AV-8耀世战斗机以及10余架的各种直升机，同时具备大型坞舱，可以搭载 LCAC 气垫登陆艇。除了这一艘之外，西班牙还为澳大利亚建造了同级别的2艘堪培拉号和阿德莱德号，现已经服役。另外，欧洲传统海军强国意大利在去年也下水了一艘33000吨级的两栖攻击舰里亚斯特级，全长245米，全宽47米，被意大利毫不谦虚地誉为欧洲最强两栖攻击舰。的确，它的吨位已经超过了意大利现在拥有的2艘航空母舰。至于它的综合性能如何，等到其服役之后我们再来介绍吧。接下来我们来到亚洲，除了中国之外，拥有此种直通甲板战舰的国家就是日本和韩国了。日本大家相对比较熟悉，拥有2个级别的直升机航母，分别为日向级和出云级，排水量分别为19000吨和27000吨，最大航速多为30节，均可搭载 F-35B 和各类海自的直升机。这2个级别各有2艘已经服役，所以目前日本共有4艘直升机航母。但刚才介绍过了，由于其定位不同，这些直升机航母都不能算作今天介绍的两栖攻击舰范畴，它们都不具备坞舱，也都没有抢滩登陆的能力，所以还需要搭配14000吨配有气垫登陆艇的大鱼级两栖登陆舰，才能完成夺岛登陆的任务。而韩国呢，拥有一艘独岛号两栖攻击舰，也是韩国第一艘全通甲板式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18800吨，采用4台柴油机动力，航速23节，设有坞舱，可装2艘 LCAC 气垫船。独岛号从建造之初就非常有针对性，设计思路、战力指标都是对标日本的大鱼级两栖运输舰，
所以整件几乎所有指标都略高于大于级。好，介绍到这里，以上各国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无论从吨位还是运输能力来看，都没法跟中国最新的075相提并论。最后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海军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美国最早的要追溯到硫磺岛级了。简单来说，这是一种没有滩头强攻能力的两栖登陆舰，没有设置坞舱，因此只能通过直升机进行两栖登陆兵力和装备的投送，无法执行滩头强攻任务。所以硫磺岛级更像是一级攻击舰，而非两栖攻击舰，使用的还是直升机航母的作战理念。而后发展到塔拉瓦级，这也是世界上真正意义上具备两栖作战能力的通用两栖攻击舰。一开始就设计有大型坞舱来携带重型两栖登陆作战装备，以保证在必要时候能够自行发起滩头强攻任务。塔拉瓦级的坞舱能够携带2艘大型机械式登陆艇，可以投送没有渡水能力的主战坦克和重型步兵车，同时能够携带小型登陆艇进行常规的抢滩登陆任务。首舰于1976年服役，共建造5艘，现已全部退役。美国现役的就是接下来的黄蜂级两栖登陆舰。首艘黄蜂号于1989年7月29日服役，至今全部8艘都在服役中。黄蜂级两栖登陆舰的满载排水量达到4万余吨，与中国的075接近。当然，它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垂直起降战机的使用。AV-8B 钥匙战斗机和 F-35B 也是黄蜂级的标配，同时还可以搭载 AH-1W 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MV-22 鱼鹰和 CH-53 海上种马等等各类直升机，并设有大型坞舱，可以容纳3艘的 LCAC 气垫登陆艇或12艘机械化装备的登陆艇，运送人员高达1894名。黄蜂级曾经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现役两栖攻击舰，但随着美利坚级的服役，它的地位也被取代。最后就是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也是美国最新打造的主力两栖舰艇。首舰美利坚号2014年服役，吨位达到创纪录的45000吨，超过了现役很多国家的航空母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黄蜂级上面的所有机种，甚至在制海模式下可以搭载超过20架的 F-35B， 名义上称为两栖攻击舰，但实则与航母无异。但是美利坚级的前2艘取消了两栖舰艇常备的坞舱设计，不再携带 LCAC 气垫登陆艇，也无法直接投送 M1N1 这类重型陆战装备，所以要完成多用途登陆作战，美利坚级需要和圣安东尼奥级船坞运输舰搭配使用，才能够执行立体化抢滩登陆任务。所以严格来说，美利坚级的前2艘被称为多用途航母更为贴切，功能上与日本的出云级直升机航母没有本质的区别了。日本这样选择是因为由于限制无法拥有航母的无奈之举，但拥有世界最多数量航母的美国，这不是重走了硫磺岛级的老路吗？所以在美利坚级第3艘不甘维尔号的设计上，又把一个可以容纳2艘 LCAC 的坞舱加了回来。美国虽然贵为老大很多年，但这样折腾又是何必呢？好，最后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2艘已经下水并即将服役的075两栖攻击舰到底要怎样命名呢？根据中国海军舰艇命名条例规定，航空母舰、巡洋舰以省级行政区域名称或词组命名，船坞登陆舰、坦克登陆舰均以山来命名。这就是为什么071型船坞登陆舰首舰以昆仑山号来命名的原因了。但其中并未明文规定两栖攻击舰的命名规则。由于此条例创立于1978年，并于1986年进行过一次修改和补充，所以当时根本想象不到30年后中国海军的发展象征。所以到底是用省还是用山来命名075更为合适呢？个人觉得中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而同时拥有34艘航母的可能性不大。而巡洋舰这个舰种已被淘汰，中国以后也不会建造，所以吨位仅次于航空母舰的准航母两栖攻击舰用省级行政单位来命名更为合适。而在去年12月，海军发言人程德伟在接受采访时不小心泄密，未来海军服役的巡洋舰、两栖攻击舰及以上级别舰艇以省或直辖市的名称来命名，这就意味着075的命名规则与航母同级已基本确定。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省会率先享此殊荣呢？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但参考韩国独岛命名的意有所指，以及075设计的针对性，东南某岛的命中几率颇大。
但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